边的认为该省钱的人，全部都给我的武器。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呢，叫做节省，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寇乃馨用的字眼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的值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会不会把他花掉的钱赚不赚得回来，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花不花的精准的判断，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学习。你怎么学习？学习终究是要花钱的啊。那更不要说刚才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马伯威今天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局限。马伯威说，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时间也有限。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时间的有限是赚不回来的。我用平均80岁来算，80岁乘以365天1年，你大概得到3万天左右，很吓人吧？我们一辈子活80岁只有3万天，是从你婴儿时期呱呱落地开始那一天，这个3万的码表就开始起跳了。3万非常少，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1年，我说我只给你3万块，你都会不安，觉得够不够啊？结果你不是1年，你是流浪80年。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3万天，而这3万天跟3万块的概念不一样。3万块花掉1块钱，赚回来就有了；3万天过1秒是1秒，用尽天下的方法也赚不回这1秒钟。所以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一个花费哈。以我这个简单的想象，就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的孩子一个人生的忠告是你要省钱。那我也不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看节目的各位说做人要省钱。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一想到吴莫愁先唱了大奇葩，又跑去唱捉妖记，我就非常开心的 KK 康永。大家好，我一想到录影马上结束了，我特开心的。谢谢。大家好，我是一想到我嘚不念广告就能挣钱的 MM 马。太好了，又是一期，其实第2季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既开心又有点依依不舍啊。然后今天我们请来了我心目当中最配坐在这里的那位大奇葩女神，让我们掌声欢迎吴莫愁小姐。这个默默，不光这个形象造型有点深刻印象，最主要还是她的歌声，是吧？然后她的她现在唱过的所有那些歌里面，最好听的其实就是《大奇葩》。对，没错。这个大家听到我们那个整个《奇葩说》的那个主题曲啊，然后你是为我们拍了 MV 是吧？对对对，所以这些妖孽你都见过，所以我见过。我现在说我要等到拍 MV 的时候抢镜。对啊，你抢镜了吗？因为我采访过他，你知道吗？啊，对他其实还蛮好的，他就是一个喜欢 G Dragon 和喜欢陈道明老师的90后女生，崇拜。对。你问了他跟哈林的事儿吗？问了，哎呦，我问他。我跟庾澄庆老师，我非常尊敬老师，对，两个字咬我这个字咬的是嘞非常的标准。你介意别人聊这个事儿吗？不介意，因为我建议大家也聊，对。啊，没关系，这事儿你就当我没问过哈。但是康永哥，你信这个事儿吗？他跟庾澄庆啊，庾澄庆非常吸引女生哎。就是每一次 party 的时候，大家都会在他的身影背后就会讨论说，哎呀，他真的好迷人哦，很有魅力。所以就算吴莫愁对他怎么样了，我也觉得是情有可原。导演组不是说不提这事儿吗？不提他见鬼了！你刚不是说随便聊吗？啊，对啊，我太天真了。对呀，你怎么会认为这是个辩论节目呢？典型就是一个访谈节目嘛。我们今天把这个事儿一说完了就结束了。这2排观众可以解散了啊！好吧，那我们这个事儿，这个就先烟消云散。烟消云散的意思是当初很火热嘛，是吧？后来分手了。
这段感情烟消云散。没有着火，怎么会有烟雾呢？对，而且你知道，就是一般的师生恋都是老房子着火没救的。好吧，我们今天还有2位特别的踢馆嘉宾啊，这个寇乃馨小姐，大家好。别忘了，不管你成或败，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路上，你已经累积了可以训练你度过难关的累积能力，跟能够面对挫折的毅力，跟下一次就算你的稳定工作在砸锅的时候，你可以转败为胜。乃馨今天有点吃力啊，因为坐在他对面那位是在康熙连我跟 S 都阻挡不了要发言的许家瑞啊。你们都知道曲老师是个老师，我的背很渣，我的腿很长，但是我最美的是我的战斗力。许家瑞，你是来辩论还是来选男人的？来挑货色的，有没有看中谁了？陈明好了。啊，不是他也有啊，你今天吗？哎呦，大嫂，这太抱歉了。什么？陈明，你太太在现场吗？有是吗？对对对。哇，那我们今天游戏不会放过你们大概。啊，陈太太，哎呀，这个久仰久仰啊，我们经常提到您啊。好，我想问一下，还有谁是胆子大到把家属带到了场上来的？谁？哎呀！说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真的是一档严肃的婚恋节目。好，那个我们非常无耻的这次又把 mini talk 给卖了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前2天那个美国宇航局发现了另外一颗星，然后这颗星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452B。我就说这个美国宇航局啊，他给一个星球取名字的时候，真的要征求一下全世界的意见。你取这么一个名字，在中文里面，我们怎么去描述这颗星球呢？说我们发遥远的若干光年之外发现了一颗星球叫452B， 然后它是另外一个地球，然后它上面可能会有智慧生物。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对吧？好，我们的题目出来了，就是如果你是唯一的那个宇航员，被地球派去跟那上面的那些452B 上面的那些智慧生物进行一个交流，你会带一个什么礼物来打破僵局？默默，你会带什么？在这里打个广告，带一个第2张新专辑吧。哦，你出过第1张新专辑？对，出过。好吧，那个金姐会带什么？带辣椒。为什么？没辣椒活不下去的呀！我管他外星人怎么着呢？你是带饭去的，就是带我好那口，对吧？你想跟我交流，先给我吃辣椒。哦，是这样的。对呀。好，康永哥会带什么？我们第2季快要产生进入决赛的选手们了，所以我就把这批进入决赛选手带去了。哇！因为要寻找地球上奇特的样本，应该就是这几个人。我要是那个星球的人，我得说，你们居住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觉得哈，如果那个星球上真的有智慧生物的话，对，我觉得所有的智慧生物体现智慧的最高级方式，其实就是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我觉得只有最聪明的人和最聪明的生物啊，才会义无反顾的把自己变成一个，所以我会给他们带一包 M&M 豆。好吧，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对还有真正的广告没有做呢，就是要感谢有型有款有房有车不如有范儿的有范儿来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同时我们要感谢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好，我们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来，还真发现不了。看一看本场的辩论题目，好吧？看。哎呦，你怎么带我来这么豪华的餐馆啊？坐呀，平时我常来，跟自己家一样啊。这装修也太豪华了吧？还行吧。就连刚才拉门那个小胖子都长得特别像马东老师。啥叫像啊？那就是马东老师在这兼职，别告诉别人啊。哎呦我天哪，那这消费得多高啊！
老高了，我告诉你，但是再高啊，也没有我的品味高。我这家小品位高的，我自己都害怕。哎，我觉得刚才隔壁那个雪菜肉丝面还行，省钱还好吃，咱俩就奔那儿去。雪什么菜肉什么丝儿，面什么面呢？坐，都告诉你了，今天我请客啊，想吃啥随便点，来点菜。他家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菜，叫什么印第安凉拌仙人掌，来一个啊！哎我的妈呀！咋的了？这顿饭2900块钱啊！2900咋了？不是阿友，你一个月才挣3000。我就照我工资点的，你知道吗？人家都叫月光族，我叫盾光，知道吗？那还无所谓，那还差100呢。差100，刚才给开门那马东老师了，小费嘛，敞亮就是有钱。这样，阿友，我觉得今儿这饭吧，要不我请，好不好？啥意思啊？瞧不起我咋的呀？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能这么花钱。有钱我就花，怎么？该省就得省。哎呦，又省。你就比如说我吧，我每个月挣300万，但是我吃饭呢，基本靠蹭。你再跟我说一遍，你一月挣多少钱？300万呢？你做梦呢你吧你！一个月挣300万，你一年挣3600万，你过来录奇葩说了，你还？这不挣钱嘛？你别说挣钱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搁道上不捡钱，我都跟赔钱一样啊。你这日子过得跟马东老师有的一拼呢，你俩真是见利就走啊！你俩，那我们俩真是，你俩真应该一起过。我告诉你，我的意思是咋的呢？你现在年轻，你应该好好享受生活。你像哥一样，是不是？哎，多买点首饰，天天提了算卦的，多飒呀！你快拉倒吧，你整天戴那些玩意儿有什么用？怎么叫什么用？你自己不也戴一个吗？我就说你那太细了，你整点粗的，你知道吧？我这都不是买的，这是搁那个公共澡堂的下水道捡的。你这日子过的，你省钱你都省出花来了，你真是不如人家马东老师。我告诉你，人家比你有追求多了。他咋的他？人家拉眼袋，咋样？你能比吗？啊，人家不拉眼袋之前就是个拉门的，拉完眼袋以后改敲木鱼儿了，你受得了吗？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相当有道理啊！哎呀，我这么一说，我自己都觉得我应该把眼袋拉一拉。就这么定了，我去拉眼袋去。哎，不是，你趁银行没下班，我去贷款去。哎，拉眼袋呀！我接你，你知道搁哪儿拉的吧？马老师，你搁哪儿拉的呀？厨房，回头告我。朋友们，我只想问你们一句：你说做人到底该不该省钱呢？在这道节约的题目里面，我们勤俭的一家终于又聚齐了。对，如果他们之间反方的一家三口要是说省钱不重要，创这种要钱，一人给10万，你觉得好吗？少了点。省钱这事你很有经验呢。我其实真的就从小省钱到30多年了，是有经验，所以我今天申请第一个发言啊，我要痛陈我的省钱的历史。听说你太太在场下就给她安排一个任务，就是领长，每次你一说什么，老婆好。你真是太不了解我老婆了。对，在我们家里如果有掌声，就有一种情况，就是她的手碰到我的脸。我们题目是做人到底该不该省钱？是。然后正反两方啊，红的是该省，蓝的是不该省。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选择。然后我们现场3位导师，我先问你。好，你出道以来，收入不菲，你生活当中是一个爱花钱的人，还是一个更爱省钱的人？我自从出道以后呢，就是非常的抠，对，就是非常的省钱，对。原因一个是没有时间花钱，对，我可以帮你花，不用，我有时间，不用。好，所以你选择的是省钱是吧？对，金姐呢？肯定是啊，做鬼不用省钱，做人一定要省钱。是，哦，就这么简单啊。你真的不像一个省钱的人。我真不是省钱的主，但是我觉得还是省钱。
我能花钱，但我不乱花钱，我承认。你不是省钱的人，我不是省油的灯，你知道对吗？这个。好，那个金星姐选择的是该省，做人要省钱。对，康永哥呢？马东，你今天要不要参加辩论？对，我参加吧，我参加吧。参加。啊，好的。好过瘾的，好玩的。我们上一期辩那个就是要不要万人虐丑闻主角，我被他气死了。我很想再让他多辩2次，见识一下他到底有多厉害。然后你想气死我一回是吧？我知道，我恐怕我要被你气死，可是我就拼了。所以按照惯例嘛，金星老师需要省钱的话，我就说不省。你不省。对。那你要气死我的话，你应该是站在金星老师那边喽。反面啊，那就在这边，在这边。我们俩省钱，我们仨都省钱，你不省。对。好啊。是吧？好。这个厉害了，这个厉害了。我们仨都省钱，和这边的全都是省钱的。对。然后这边的都是败家子，那边是败家子，败家。我觉得从外形看，你们那边比较花钱。是的，我们把省下来的钱全用脑袋上了。你看。对，好，反方48，略占劣势，对吧？那就谁先开始？反方，周玄毅，好。我其实一点都不奇怪，今天4位导师有3位都选择了要省钱。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真的是抗拒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题目没法变呢。现场53位选择要省钱的朋友们，我的第一直觉跟你们一模一样，就做人怎么可能不省钱呢？就是没有任何人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总得省，省了就是你以后说不定会有用呢，对不对？省了以后会比较保险吧。不过我是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的？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啊，就是 Michael Jackson 出了一盘新的专辑，叫做 Dangerous， 很多年以前了，真的很经典。当时正版的卡带是14块钱，而我一天早点的预算是1块钱，我足足省了2个星期的早点钱，真的是饿得头昏眼花。最后我买了这个卡带，我真的很开心。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们要省钱，为什么？我们会有更喜欢的东西，我们要去买。可是我转念这么一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是因为省钱的话，我为什么会去买这个正版的卡带？我可以买盗版嘛，或者我可以去借别人的来听，对不对？或者我过2年我再买。所以这整件事情，我们所以为我们在省钱的整件事情，其实我们不是在省钱，是因为我们有更喜欢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更热爱的东西，我们要攒钱去买那个东西。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省钱行为都是为了攒钱，也就是说一个财务调配，把买油的钱去买醋，把买醋的钱去买盐，你根本就没有省下钱，这是第一个。那么什么叫省钱？有2种模式啊，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第一个模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淘宝剁手党喜欢做的一个模式，就是我希望用最低的价格买到同样的，甚至是更好的东西，对不对？大家所有的剁手党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所以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特别关注那个价格，我们会特别关注什么打折呀、促销啊、什么年终特惠呀、什么老板心情不好、老板跳楼了、老板走路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促销的信息，我们会去省钱。可是啊，各位，你们想一想，就是你们回家看看你们的衣橱，那里面那些衣服，有多少那种奇奇怪怪的穿不出去的衣服，是你为了省钱买的？所以事实上告诉各位一个非常常见的道理，叫做买的没有卖的精。省钱往往是商家用来忽悠我们一种方式。好，就算你说我这个人其实非常聪明，我不会被忽悠，那我告诉你，我们是没有分身术的。什么意思？人的时间、精力、钱这个东西，你是不可能把你分开几个人来使用的。如果你要省钱，你必然要多花时间，或者说你必然要多花精力，对不对？很简单，举个例子啊，我如果要买到北京城最便宜的黄瓜，我得走多少大街，我得串多少小巷，我得去多少超市。这个例子太小，我们再举个例子，我假设要买到全中国最便宜的东风标致 308S， 假设是这样，对吧？那我得去多少 4S 店？我得跟多少经理讨价还价，我得去了解多少促销打折的信息。可是我告诉你，最后你开回家的虽然也是东风标致 308S， 但是你开回家的不是一个狂拽炫酷大天的东风标致 308S。你看到这个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整个人生都被这辆车给消磨了。所以省钱是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儿。这是第一个模式啊。那么第二个模式，就是省钱，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买嘛，对不对？很多人是这么去省钱的。我们的父母都是这么教导我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可是各位，你们想一个问题啊，就是
我们人生之中那些最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最让我们有那种美的、愉悦的感受的那些东西，它不都是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吗？比如说，人出门是要穿衣服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要穿的有范儿，你一定要多花钱，你一定要多花钱，因为这个时候它不是一个必需品，而是一个你必须要更多去投入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要去省几张照片的钱，那我们很多的童年的记忆就不存在了，你会牺牲整个童年。如果我们要省几顿饭局的钱，你很多友谊的欢乐就不存在了。如果我们要省几件漂亮衣服的钱，很可能你整个青春就没有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典诗赋里边，苏东坡曾经写这个《赤壁赋》，他告诉我们说，人生之中那些最美好的东西，比如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那些东西本身是免费的，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而我们需要的是额外多花那么一点点钱去享受它。这个钱不是必须的，可不可以省？可以省。比如说，你如果不租那条小船去游那个赤壁，不就没有赤壁赋了吗？如果你不去买鲜花，不就没有情人节了吗？如果你不去做进这样的什么戏剧啊、音乐啊、影视啊等等这样的投入，你整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最后我方的观点很简单：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时间和精力；钱可以省，但是你花掉的是人生中的美好。所以省钱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你非常容易因为省一点钱而输掉了整个人生。希望大家不要这样做。过来，来，琪琪的，快。首先有一点我是不赞成的啊，每一辆标致308S 都是狂拽炫酷哪炸天，与价格无关。我先澄清一下。现在我想问个问题啊，您刚才说省钱要花时间和精力，我现在看电影一抬头，票价60、80、100，低头拿出一个手机打开 APP19，我该不该打？你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用19块钱买一张一模一样的电影票，坐一模一样的位置吗？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到电影院里去看那个票价，买了以后买顿爆米花、买可乐，在那里去享受。可是当你到电影院去看的人潮拥挤，然后你掏出 APP 去买那个东西的时候，我是买过的。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去换购、团购等等等等。你换了之后，我稍微你的那个整个观影体验就没有了。周帅，买票的那个口子那儿队是很长，但旁边有一大排换票机，那一般排的人还比较少。换句话，我在手机上买的刷的更快。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那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第一次什么？约会的时候会呀，为什么不？这告诉我是一个靠谱的男人呢，因为我节省啊。OK，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约去看电影？为什么你不买一个爱奇艺的 VIP 在家里看？好啊，对呀，对呀，爱奇艺好。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要看这个电影？听我说完，再省一点。听我说完，周帅 ，VIP 都不买。不，周帅，我们知道有范儿的这个 APP 它是免费的，下了这个免费的 APP 进去之后，不仅买衣服能省钱，在里面还能再挣钱，这个钱该不该下？那我问你，有范儿该不该下？周帅，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妈妈用不用有范儿？我妈妈现在不用，我回去告诉她。对，我们的父母是不用这个东西的，而我们为什么我们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说最后一句话，我们的父母每年花在买衣服上的钱是比我们省得多的，你为什么不学习他们？我学习啊，我觉得那你为什么下有范儿呢？如果比我省得多，你为什么要下有范儿？因为有范儿能省得更多啊。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你买衣服钱比你妈妈用的多？我没有买比我妈妈用的多，我只是比我爸爸用的多。一样的嘛，对不对？所以我妈很简单，一句话总结，就是如果你要省，是省无止境的。马薇薇，你跟此人出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会看着60、80和100的票，不买那个19块钱的票吗？不是，是我买单呢。原来如此。所以，真正会省钱的是在这儿呢。我不省钱呢，我一向都买最贵的票啊。啊，是吗？对啊，1分价钱1分货。好吧，那个被琪琪完了，然后正方是谁？花溪。开始，我先总结一下，我方刚才琪琪想要得出2个点。第一个观点，你在做同一件事情，在电影院买电影票这个时候有2个选择：第一，买原价票；第二，上网买折扣。也许折扣票像对方所说的费了那么一点点劲，但是我费了一点点劲，省了一大笔钱呢。而且进去看电影之后，享受的同样的待遇，吃了同样的爆米花，为什么不呢？薇薇姐说1分价钱1分货，可能是真的没有团购过。其实不一样的价钱也享受是同样的货，其实还真的很便宜。第二点，玄一师兄在反驳的时候说，你为什么不学你的父母出去省钱？你为什么不学？我们用有范儿 APP 省下来的钱也是钱，父母逛街省下来的钱也是钱，所以我们学的是省的精神，不是省的方式。好，琪琪方面总结完毕，我来说说我的观点。今天其实，玄一师兄他刚才告诉我们说，省钱啊就是抠嘛。你看到那个
价钱上面最低的你买，你看到淘宝上面打折最低的你买。其实真正会省钱的人不是这样。所谓真正的省钱，不是买价钱最便宜的，是你把钱花的最对的，是真省钱。第一，女生都买包，街边200块钱一个包，款式更新很快，但同时它的折旧报废率也很快。好，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咬咬牙，你买了个经典款，大概就是2万块钱左右吧。但是你背了10年，每次背出去别人都夸，哇，这个女的好有品味，而且质量很好，你背10年不过时。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最会省钱的人。这种省钱的方式让你省出了你的胆量，让你省出了你的魄力。你不光是敢花钱，你还会花钱。第二种情况，你说女生的衣橱里面有很多不穿的衣服吗？我跟你讲，男生的衣橱。英国绅士的衣橱里面永远有一套最好的西装和一双最贵的皮鞋，他们这一辈子可能就大概有那么一套最珍贵的东西。他们是怎么省的？我买了西装之后，我出门走路我不能做大动作，不然上面会有褶。我穿了一双皮鞋之后，雨天我不过脏地，旱天我不敢走得太快，回家之后我还要上蜡打磨。这种人是最会省钱的人，因为钱都花出去了，你要是乱七八糟祸害那个衣服，还蛮心疼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买了便宜的衣服怎么办？西装一扔往床上一撂，坏了就坏了嘛，大不了再换。可是这个时候你省着省着，你发现其实你自己只是害怕西装磨损很心疼，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格调的绅士。别人不会说你看那个抠，别人会说哇，你看那个人活得很有质感，很有质量，很有范儿，因为他每天走路的时候都非常的小心。这是省钱给你带来的第二种好处。所以在我方观点看来，真正的省钱不是抠门，不是损，也不是乱花钱，反而是真正省出了一种气质感，省出了一种尊贵的生活。好，琪琪，来吧。花西，第一个问题，你认为买奢侈品包包2万块钱一个的这种叫做省钱行为是吧？对。好，第二，你认为贵族穿经典款定制西装也是一种省钱行为？他们这辈子可能就买那么一套，买一个包。你真是没过过贵族生活。大家看一下唐顿庄园就会知道，经典款西装看上去每套都一样，实际上细节是有很多不同套的。对。但是你想论证的是，贵族过的也是勤俭节约的生活，是吧？对啊。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过的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吗？好，我给大家讲什么叫做不勤俭节约。第一，暴发户，出门天天吃大排档；第二，天天换新衣服，回家脱了就扔。实际上，花西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花西告诉我们的是，把钱加上品味，这叫做勤俭节约的生活。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加上没品味，变成暴发户，这不是勤俭节约的生活。它比较的是什么？有品味的生活比没品味的生活要好。不对，谢谢。我说一句话总结，是你省钱省出了品味。谢谢。这边下一位是谁啊？好，永开。总结2件事情，先讲说陈明奇袭周旋义，他说的无非就告诉我们到底要不要下载便宜的有饭。坦白说，我下载有饭从来不是因为它便宜，而是因为它方便。我赞许大家去追寻方便，可是千万不要追寻便宜，否则的话可能会做黑车。第2件事情，你说你要下有饭，可请问一下，你用的手机有 APP 吗？如果真的是一个省钱人，你根本不会下载一个有 APP 的手机。而且就算你下载了，你为了省钱，你根本不会买有饭，因为有饭贵呀，他们有品味、有品牌、有质量。所以发现了没有，一个真正省钱的人是不可能像花西那样说我省出品味的。再来，花西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花对钱，这叫做省钱。可请问一下，花对钱在我的概念里面应该叫做投资理财吧？为什么一个懂得投资理财的人代表说他懂得省钱？按照你的逻辑，全世界最省钱的人是谁？巴菲特，他超会投资理财。所以下面讲到马薇问的观点，其实我们认为省钱并不是所谓的不是所谓的省钱是什么？所谓的省钱是今天你买必要的东西，那叫做省钱；你买不必要的东西，那叫做不省钱。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省钱很简单，因为你不花不必要的开销。可这时候我们思考一个事情，翻译一下周帅刚才的话：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是必要的东西吗？水必不必要？必要。可是请问一下，你喝水有多少快乐？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今天你喝水喝必要的东西是喝不出快乐的。可是如果你花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例如鼓励多燕麦牛奶。你们今天是要帮我们把赞助商都得罪光吗？例如
雅哈咖啡。虽然你花这个钱买不必要的东西，可是问题你花得快乐。所以发现没有，所有能够使我们快乐的东西都是不必要的东西。做人要不要快乐的活着？当然要。第二件事情，我们谈什么东西？我们谈到底做人要不要有兴趣？坦白说，一个省钱的人根本不会有任何兴趣。为什么？因为当你对一个东西有兴趣，你自然舍得在这个东西上面花钱。如果你对吃的东西有兴趣，你必须要对吃舍得花钱，不要只追求吃得饱。唯有如此，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美食家。如果今天你对穿的有兴趣，你自然要舍得花钱，不要买5分铺的店，买美特斯邦威。如果今天你对车有兴趣，不要省钱，每天搭德士，买狂转炫富，天搞不好你下一个就是一个赛车明星。所以发现没有，一个人要在自己兴趣上投资，有成就、享受，首先你得懂得投资花钱，而不是一味省钱。所以最后我们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什么东西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一样？是在于我们舍得花钱的方向不同。有些人舍得在辩论上花钱，成为了陈永开；有些人舍得在唱歌上花钱，成为了吴莫愁。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我们身上所有花过的钱一一摘掉，花过不必要的钱一一摘掉的话，首先你得摘掉我的帽子。再来，你摘掉我的衣服，不要想象。再来，你要摘掉我一生辩论的功夫。为什么？因为我这一生辩论的功夫是我花6年时间自费打比赛比来的。最后，你要摘掉什么？把我这个人给彻底摘掉。因为我之所以来到奇葩说，是因为我花钱飞过去新加坡报名面试得来的。所以。如果你把我身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摘掉，请问一下，我是谁？不是谁，我跟动物一样没有区别，因为我只靠必要活着。所以做人不应该像路边的树一样，它虽然做得很合格，可是它们修剪成一样。做人应该要活成自己的特色，这才叫做不一样的烟火。谢谢。永开今天说了2个观点，第一，他认为省钱的人是不会有兴趣的，省钱的人只用必需品的，就是能不喝水的时候尽量不要喝，能不吃饭的时候尽量不要吃，能不出门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出门，什么事都不做，不会想要有任何东西。这样我问大家，世界上会有省钱的人吗？谁可以省钱啊？完全不吃不喝，只用必需品过活的人才叫真正省钱的人。那世界上哪里可能有一个有省钱的人？省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是比你们那些不是你们有一些比较会花钱的人，更懂得用钱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是对方今天第一个问题。第二，他们说，所有的快乐其实源自于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换回来的快乐，这种快乐才叫真正的快乐。所以周老师要去买 Michael Jackson 的卡带，真是有一点年龄了，是卡带。然后永开要自费去新加坡打比赛，但是所有的快乐都是要从不必要的东西才可以换回来的，不是所有的满足都是靠金钱堆砌出来的，这是不懂得省钱的人才会有的态度，因为他们不知道知足嘛，他们的快乐源于外面的事情给予他们的，所以他们觉得今天不开心，我不满，我就去买一个包；明天我不开心，我就去买另外一个事情，就又一直用金钱堆砌，让自己感觉特别爽，特别有饭。但是懂得省钱的人会在自己既有的事情里面寻求自主感。为什么这一种自主感不是一种快乐呢？懂得尝萝卜的鲜味不是一种快乐吗？一定要鲍鱼跟龙虾才叫特别好吃吗？懂得鸡肉的鲜味不好吗？一定龙虾的肉才是肉吗？所以说，省钱的人会有省钱的快乐方式，当然想要豪爽花费的人有豪爽花费的方式，所以没有所谓的不必要才可以换来快乐，快乐的事情在必要的条件下也可以换来，这是第二点。第三，我这时候要推广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各位，这是一个需要酝酿一下感情的点。想不想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青年呢？
想不想成为一个人人羡慕的富豪呢？想。告诉你，我们只需要培养一个事情，叫省钱。为什么？你想一下，省钱的人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因为他省钱，所以他每一样他花出去的钱，他一定要花得值得。我上课，我缴了学费，老师你不来教书，我不会放过你，你一定要补课。我是来读书，我是来缴学费上课的。一般不省钱、没有这一方概念的学生们觉得，哎，老师今天没有来上课，很好，我们可以去看戏。不好意思，我缴了学费，我是一个省钱的学生，请你教书。我去看戏打瞌睡，不可能。电影费我已经花了，爆米花掉去地上3秒之内我要捡回上来。吃剩最后一粒米渣。因为我用省钱的方式，我不可以让自己不浪费钱。你看，我上课，我听课，我看戏，我会懂得欣赏。我去旅游，绝对不是那种上车睡觉，下车尿尿。路边的风景我要会欣赏，博物馆的每一个物件我要会懂得，动物园每一个动物我都要认识一下，不然对，动物园每一个动物都认识一下，不然怎么可能值回我的票价？你看，省钱的人在省的时候学了多少东西？你们这种不把钱当一回事的时候，浪费和错过了多少东西？这就是省钱可以让你成为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再来，有毛病想要解决，省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省钱的人，我今天打定主意要减肥。我拿一笔钱去健身房给一个健身教练训练我一定会把自己变成像就我挺好的薇薇姐一样这样瘦，我才可以走出健身房。我花了这笔钱，我还胖着出来，我还是人吗？那你进餐馆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我花了钱在里边吃了饭，我要瘦着出来，我还是人吗？所以你们看，我吃多少我就长多少，一点都不浪费。这种吃了看不出来的，不就是浪费钱吗？所以省钱这样东西，培养了我们积极上进，同时让我们每一笔钱花得更值得。为什么不省呢？所以我们说嘛，省钱可以省出好青年，抠门可以抠成变豪门。谢谢。太棒了，太有心机了。这边是谁？马薇薇小姐。花溪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点。就是省钱可以把你省出品位，省成贵族，省成皇族。听到大家内心一定是抗拒的。我告诉你们，那轮奇袭，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观点非常之抗拒？你知道，真正的贵族，真正的王室，穿出一件你以为朴实无华的黑白灰的套装。他之前要买错多少件衣服？之前他们家要花多少钱请礼仪老师、服装师？你知道背后有多少仆人在伺候他，一尘不染、干干净净、仪态万方的出来扮豪门，有品位。所以品位不是省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明白了吧？好，第二个点，如今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不是省钱，是你花出去的每一分钱，你都要珍惜，发现了没有？所以按他这个观点，一个超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我这已经花了几十万、几百万去买珠宝了。我每天在家擦拭，我保证我买的每一颗珠宝全部都有穿戴在身上过，而且每一张都拍照发微博。你能说这样一个爱买珠宝的女孩子是一个会省钱的女孩子吗？不会，她只是一个会花钱又珍惜她的珠宝的女孩子，对不对？所以请注意了，品味和珍惜这2点都不能论证对方的观点。而如今讲到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上进，这是我们今天争论的重点。我很同意，我们认为
不省钱更能让人上进，原因非常之简单，其实就像我马上要翻译周旋逸的观点一样。好。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金钱，其实全部都是有限的。当你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省钱之后，你第一件干的事情绝对不会买爱奇艺会员。为什么呢？因为1年198，如果我不买的话，每天都能省5毛呢。而我为这5毛付出的时间很简单呢，我看看广告90秒忍一忍就过了，或者我等它会员保质期过了，它版权保护期过了，我可以在网上看免费视频呢，对不对？你看起来你好像是每天多省了5毛，可是你知道吗？这意味着你对你每天休闲娱乐时间的定价是多少钱呢？5毛。所以，当你老板让你加班的时候，你说老板，我想回去娱乐一下。你老板说你娱乐时间就值5毛，我给你5毛加班。你明白吗？你老板不剥削你，你自己剥削你自己呀！你把你的时间看得不值钱，谁会把你这个人看得值钱呢？好。你把你的时间看得超值钱的时候，你就不会花时间在省钱上，你会花时间在干什么上？投资自己上。你会花一些超没必要的钱，比如说本来你可以自己在家买个推子自己剃头嘛，对不对？因为我发型不好不犯法呀，对不对？省。OK， 好，我可以不用护肤嘛，我长得不美不犯罪呀，对吧 ？OK。我这个时候也不用健身呐，我胖我自豪啊。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的人，在应聘的时候他会超吃亏，明白吗？你们面试任何公司进行任何岗位提拔的时候，老板会问你有什么学识，会看你长成什么样子，衣着十分得体，甚至他还会看你去哪里旅没旅过游，有什么见识。但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在提拔你之前会问，哎，你在家省钱吗？你知道吗？现在所有的企业都不以血汗工厂为理念，它都会尽可能让员工生活的舒服。谷歌、微软、苹果给员工都是尽可能的提供他们福利，让他们能够享受，而不是让他们在公司勤俭。一个1卷册子都要跟员工计较的公司说，每次只准用3格，你觉得这种公司有机会上市吗？所以你明白吗？人省则不能发展，企业省则不能上市。你今天会紧张吗？当然不紧张啊。你太太在后面。他一般一出现，战斗力翻200%。首先，薇薇姐刚才说人是要投资自己的，当然了。我们一直都认为人要投资自己啊，但是我们告诉大家，投资自己，并且投资对地方，那个叫真正的省钱。我们的省钱是眼光的，我们看得远一点。今天投的1万，明天在工作中能够创造10万的价值，这就省了9万呢，这就在创造财富。薇薇姐刚才说的那种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这种区分有巨大的问题。你们说的利润的根基在这里，必要非必要，其实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一旦落实到一个具体的物件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必要。比如说，我出门衣服是必要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件衣服必要吗？不必要吗？发现没有，分不出来。我真的必要这件衣服才能出门吗？没有。我们人生中买的每一碗饭、每一杯水，没有必要的，这是区分不出来的。区分真正的省钱在于眼光，我们要看多远。我帮刚才花溪和如今讲的都被薇薇姐刚才肆意的歪曲了。花溪说的品味，不是说那种豪掷千金的品味，是我一生只买那么一件。我们说的不是贵族，说的是绅士。绅士不一定很有钱，但他很有范儿，他的每一点东西精益求精。如今刚才说的，我花的1分钱要花的值。我们说的省钱不在于不花，而在于一旦花出去，我一定要值回票价。好，我来讲讲看，
来点有营养的东西。我自己的观点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钱是什么呢？钱是一张纸，一张纸有什么意义？不能吃，穿的话面积也有点小，不好挡。这张纸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我们今天要讨论省不省钱的关键在于钱背后的资源，钱换来的资源对我们才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在说要不要省钱的本质是在说，对，要不要省资源。可是大家知道吗？在这个地球上，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一共只有40到50亿年的时间。好，当大家觉得这是鸡汤，觉得很耸人听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冷静一下，听一下我接下来以下的这一组小小的数据。现在这个地球上所有探明的石油储量，按今年的开采速度，40年就挖完了。煤炭是70年，天然气大概在100年左右。我们用了30到40亿年累积的所有的化石能源，我们人类在几百年、200多年工业革命就烧完了，这些东西烧了就没了，石油烧了就没了，要不要省啊？我们是要为自己省吗？人有时候有一种错觉，我努力挣来的每一分钱，钱就是我的，钱所能带来的所有的享受都是我的，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你们谁也管不着我，这就是自由主义的弱点。不是这样，人同时还是整个漫长的大自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稍微不要那么狂妄，我们稍微卑微一点。我们今天说啊，不要省了，买车买大排量的，烧油多一点没关系啊。哥有钱呢，有钱任性呢，我就烧大排量的，油烧一滴就少一滴啊，烧完了就没了。那你说要不要省呢？地球就那么大，我们今天要省，也不仅仅是为自己省，为这个地球省，为这个后代省。最后一个小小的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说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说的是换来的爽。对方一直在说要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要让自己多爽一点，要让自己多爽一点。其实说得很对，人嘛，开心一点挺好的。我想给对方一个忠告是：钱嘛，那张纸无非是所有欲望的外在凝结。我拿着它为什么爽？它能满足我各种各样的欲望啊！我想吃好的，我想喝好的，我想住大房子哦。满足的都是欲望，而又不省的时候，人就陷入到了身边无数欲望的漩涡之中，无法自拔。这是我最后要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省钱的本质，倡导的是一种克制欲望的价值观，而这件事情会让我们不会沦为欲望的奴隶，而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谢谢。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的樊芳哪位？好了，这到我了，只剩下你了，真的假的？好，那我就先讲一下。其实我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在学校，我教书，在家里面跟朋友之间，我是大家心目中那个最不会省钱的人。然后每个人都 take me for granted。就是说他们就认为曲老师一定最爱花钱，所以到哪儿都我出钱。我跟我家人出去，我跟我妹妹出去的时候，我一定掏钱，因为我如果不掏钱，她说二姐，我有2个小孩，我要养家，我们还有房贷。我先生这个月的钱都房贷付完了，所以我就会出钱。我跟我姐姐出门的时候，她永远只带零钱包，就5块1块，她没有钱，因为她说你赚的比我多，你现在比较有成就。我跟我弟弟和我弟妹出门的时候，我弟弟有钱哦，有的时候他想吃鲍鱼哦，我们说好，他说二姐请你吃，结果每次账单一来的时候，他又支支吾吾，然后我妈妈一个眼色，我就说好吧，我出好了，因为他有老婆，他们未来要生小孩，等等等等。那我到学校去教书，想说跟年轻人相处。也许学生出去吃饭我会 go Dutch 吧，才怪！我教书教18年、19年了，每次跟学生在一起，一定我出钱，出久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出。一个5块钱的冰棒也我出，10块钱面包也我出，每一次我就不自觉我就要拿钱。那其实我最近这半年来，有一个人请过我吃过3次饭，他请完我吃饭之后回家痛哭流涕。我说妈妈，这1年来终于有人请我吃饭了。我妈说是谁？我说康永哥。真的。虽然我都有在花钱，可是我要说我赚到了什么？我赚到了我跟我妹妹的亲情，因为我妹妹很少回台湾，然后我大概1年看到她1次，然后她带她孩子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对呀，她回来2个月陪我们暑假，每一餐我都要请，为什么不请？那跟同学之间。我觉得每一个学生有好多好棒的故事给我，为什么我不花钱？我得到了好多陪伴，好多的温暖，好多的温度。我花这么一点点钱算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省？那另外一个讲的是说，其实钱未必是花钱，
我可以买到好多东西。你知道我买到什么吗？你知道最近这10几20年来我买到了什么？我买到好多2手玩具。我在纽约，我在洛杉矶，我在旧金山，我在纽泽西，我在任何地方，我都会看到这些2手娃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那些娃娃破娃的身上或旧娃的身上，我看到另外一个我，然后他们让我有怜悯心、有同情心、有同理心，我有 feel， 我不是一个冷漠冷淡的人，所以我花了这些钱，我得到好多关怀、好多爱，就像同学们给我的一样，是陪伴。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需要省钱，把钱花在你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能够带给你快乐的地方。谢谢大家。来吧。好。哎呦。首先，我觉得呢，你们今天真的污名化省钱这2个字了。省钱不代表不花钱，对吗？省钱也不代表呢抠门，或者是呢我就要躲在家里做一个宅男宅女，或者躲在树上不动做个树懒，或者是我就要成为一个完全不做任何创新的人。省这个字其实很美好的，省叫做珍惜着花，精准着花，抓对方向花，好好花。所以我想告诉曲老师的是，我特别爱我妹妹，我完全理解你跟你妹妹那种情感。但是我想告诉你，我跟我妹妹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其实即使我不请她饭，她还是我妹妹。她喜欢跟我聊天，我们可以一起谈心，我们姐妹相处的时光跟我花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对吗？我也要告诉大家，曲老师的很多的2手玩具特别可爱，每一个都有历史意义。他可以花钱去买，但他也可以跟人家交换。交换的朋友送他的，跟他花钱买的，带给他的意义是一视同仁，一样美好的。所以，美好的记忆跟宝贵的回忆，不代表必须乱花钱，对吗？我想说，康永哥花了大钱请了1桌菜，请了曲老师吃饭，你印象深刻，感动莫名。那是因为康永哥是一个精准花钱的人，他请对人了。他今天如果请的是陈汉典或者是 S， 他们不见得一定会记得这么清楚的，因为他请的正好是一个从来没被人家请过客的曲家瑞，所以他会记一辈子。所以，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同样是花钱。省钱的花法是花对方向、花对人，而且花对时间，花在刀口上。马东老师一开始就说了，有车有房不如什么？有范儿。所以有范儿不等于有车有房，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得花钱才有范儿。今天我花一样的钱买了这个谷粒多，对不对？燕麦牛奶，它可以让我吃了只饥饱饿，又可以精神强健，而且骨骼强壮。如果它能让我带来这么多好处，这个钱没白花的。但我如果花一模一样的钱去买了一个对身体一点都没有益处的碳酸饮料，它让我长了肥肉，没有长任何的营养，那个叫做乱花钱。所以买这个叫省钱，买那个叫乱花钱，这样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要告诉大家一件实实在在、非常肯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本人从跟黄国仁谈恋爱到现在，我所有的纪念日、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七夕，所有礼物通通要求不花钱，因为我要告诉大家，不花钱才能证明一个男人对你的真心。如果他可以花钱解决你，那真的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貂皮、钻戒、洋房，女人愿意努力，咱自个儿也挣得起，也买得到。就算买不到吧，我们有时候也不屑你们用这些来买卖我们的感情。但是如果当他不能花钱的时候，他该怎么做呢？第1年他写了一首情诗，第2年他写了一首情歌，接下来他把情诗加情歌写了一本小说给我，然后他开始买很便宜的色纸，然后呢那个色纸还是跟人家说呢，可不可以给我1包色纸，因为我是黄古人，是用药来的，然后把色纸剪成一条一条，折了3650颗的彩色星星，这些都不花钱。然后他可以告诉我说，老婆，那么今天呢，我帮你按摩10天吧。今天我跟你呢定下一个约定，这1个月我们每天都约会1个小时，聊天1个小时，这些才是我要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省钱，我们把钱丢给孩子，让他自己在家里找饭吃，我们就不用陪他了。如果我们今天花钱可以把父母送去老人院，我们还需要陪父母孝顺他吗？如果今天可以花钱解决的女人，你就不需要花时间去陪她。我只讲这一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心里，这跟胜负无关，跟投票也无关。但我真心想说的是，各位，让我们省一点钱，
多花一点心吧，让我们省一点钱，多用一点爱吧。这世界上所有宝贵的事情，很多都不用花钱的，但是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谢谢大家。辩论的2个基本手段，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一个是站在宇宙中心找到自己啊！今天我们都见到了。我让秋晨把话说完啊。我先说一点，乃馨姐姐，我觉得有一点不对，你不能拿你自己爱情中的例子来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你和你的家人是什么都不缺的，不缺钱，所以你会觉得别的东西更加珍贵。可是对于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来讲，他最缺的就是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小故事，就是一个男生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去换了女生的一个发夹，然后女生把他最宝贵的头发去换成了一个表带，结果他们全部交换掉了。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给别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都送出去了，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什么？不可能叫做什么，这就是不什么，对不对？最珍贵的东西都给出去了。你把那什么劳驾什么一下，我什么不懂你说的是什么？省，这不能叫节省，可以吧？对不起啊，我湖南人有点后鼻分不清楚。这不能够叫做节省，这绝对叫做舍得。最珍惜的东西。好，对方真的非常非常的狡诈，在他们眼里，有人是不省钱的吗？有人是不省的吗？没有，因为这个钱花在自己身上就投资了自己，花在别人身上就投资了感情，然后换回了值得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值得了，也是你所谓的省了，对吧？然后就算是浪费了泼出去的水了，好歹也增加了 GDP 呀，我为全世界省了钱啊，在你方眼里还有什么是不省的吗？没有。不，各位弄清一个概念，我们的钱总是要花的，什么样的方式决定了我们什么样的对钱的态度。那块钱在那儿，你要留下来，要尽量的留多一些，这才叫做省钱。而如果你要是把它换回了更好的东西，以及赚了更多的，那不叫省钱，不要再混淆概念。谢谢。好，郑晓。其实我刚才觉得对面说的很对，我觉得自我投资很有必要，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这一辈子一定会有一个值得你少花一点钱的理由。我从小也是被我妈单亲家庭带大的，但是我从小完全没有觉得我们家没有钱过。我妈就以前也是拉双眼皮儿啊，各种买衣服，你们知道吗？但是直到有一天，她知道她需要在我身上投资的时候，她开始省钱了。包括我大学毕业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觉得我们家好像没有钱，包括我还啃过一段时间的老。我妈永远在我面前粉饰太平，告诉我家里面很好。包括我后来工作了赚钱了，她也没有让我打过1分钱回家。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之后，我妈说：“我知道你回来，我专门去买了鸡，我专门去买了牛肉。”我想说，平常我不在家，你们都不吃的吗？这个时候我在看我妈的衣柜，她已经好多年没有给自己买过新衣服，她已经好久没有自我投资过了。他把钱全部投资在我身上，他一直在省，所以说我现在我赚了一些钱，我还是很爱花钱，但是我觉得我妈成为了我一个少花一点点钱的理由。我想省一点点钱，这算不算一个好的改观？我每个月当我打那么一点点钱，我知道我要省这么一笔钱出来不能用的时候，我把它打回家，但是对面也说得很对嘛，我还是要保持我朋友的豪爽，我还是要请你们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会少花一点点，我把这笔钱打回家。当我收到我妈那个短信，儿子钱已经收到了的时候，那1分钟我觉得我自己无比的自豪，无比的牛，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由可以让我少花一点点钱，让我省一点点钱，那为什么不要呢？人生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但我认为爱是无限的。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我省一点点钱，却让我妈感受到我对她的爱，让我妈放心，让我妈知道她儿子过得很好，已经有多余的钱可以给她了，我觉得太值得了，省这一点点钱，朋友们。你的这个动情点出来了，我一定得让那个让你妈妈来跟你说说。今天对面3位都给我灌鸡汤，咔咔灌的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呀，真的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潇潇。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我认为人呐，会花钱的人，
才会赚钱。这是一种刺激，这是一种力量。我记得我刚刚认识潇潇的时候，他非常的穷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了啊，不是特别有钱啊。对，他从什么时候让我认为他开始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的时候，就是现在最近他赚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顿顿饭都是他请的。你害我被绑架呀你！他顿顿饭都是他请也就算了，他还到机场来接我，还叫他的朋友到机场来接我，拎着我的箱子送我去吃饭，买完德克士把我送到大兴来。我天哪！他跟我说：“甜甜，不管怎么样，说你对我来说还是个女孩子。”我作为一个纯爷们儿，我怎么能让你一个女孩带双手？你的手得短，不能带双手。我请你吃饭。啊，从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啊，原来潇潇从没有钱变成有钱以后，整个人生态度都已经变了。他怎么会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人？他在我身上算乱花钱吗？算浪费了吗？我觉得挺浪费的呀。你省了吗？是不是？你没有省钱吧？你有没有省钱？你现在告诉我。好，有一天我就说潇潇，你省着点嘛，我求你了，这钱啊，万一哪天咱不红了以后，你赚不到钱怎么办？他说不，范甜甜，我告诉你，就是因为我要穿12000块的 T 恤，我要拼命的赚钱。因为他不会省钱，所以他会变成更会赚钱的人。对我来说，你现在因为不会省钱，成为了更加优秀的人。好，谢谢大家。一场真正的辩论，如果不能过渡到人身攻击，我觉得是一场没有必要的辩论。吃不到我请的饭了，范甜甜，好吧？我真是为刚才甜甜姐那个激情四射的语调背后的逻辑感到担忧。你刚才所有的观点，秋晨都已经全部反驳了，你因果倒置了，不是因为他会省钱他才会赚钱，是因为他终于开始赚钱了，他没有他之前那么省了。告诉大家，一个普通人，我劝大家省一点，原因只有一个，6个字，就是未来不可预测啊，大哥，你傻呀？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万一疾病呢？车祸呢？你哪里有钱？你今天有多少花多少？你今天买1万的 T 恤，你今天全部我是说万一，如果你的未来发生的这种情况，要不要做一点打算嘛？所以我们之前稍微省一点。对方说有没有省？当然可以省啊，买2.0的车，买4.0的车，我选个2.0的就是省啊。最后我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建议告诉大家，这一件真事，因为我老婆今天在这里，所以我必须要得说一下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也是一年情人节，我给我老婆买了99朵玫瑰。武汉的物价比较便宜，情人节头2天订的，所以只要488块钱，买好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们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我拿了之后我就送给她，我说99朵玫瑰，开心吗，老婆？她手差点就上来了。我想抽你，你情人节买这么贵的花，但是她马上脸上就绽放出了笑意。一个智慧的妻子的做法是，她掏出了手机，然后特别温暖的给她的爸爸，也就是我老丈人打了一个电话，爸，今天是情人节，你有没有给妈买玫瑰花呀？然后他爸说，哎呦，工作很忙哦，今天2月14号啊，情人节，那我没买。爸，不要着急，我跟陈明呐，给你买了99朵，只要998块钱。你知道结果什么？我们当时住在他爸妈那里，回家之后花还是摆在那个桌上，然后他爸给了他1000，还不用找了。他妈妈超开心，因为他爸爸进的玫瑰，他爸爸超开心，他超开心，我也超开心。哎，你这么出卖你太太合适吗？你第2天我们就跟爸妈讲了，他们虽然一直在笑，可是笑得无比的温暖和幸福。为什么？真正的爱，动心一点，一省出来都是幸福啊！谢谢大家。来，周学义，真的，首先我真的不想说任何个人的事情，这不能够去讨论我们辩题作为一个证据。然后我说你那个事情吧，你们家所有的快乐都是来自于买了那个玫瑰花，而不是没有买那个玫瑰花。很简单一点。那么刚才陈明讲的说因果倒置，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关键问题。就是陈明认为我们要有了钱，我们才能够去有了钱我才能够花钱。可是我告诉你不对，刚才陈明讲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我必须要反驳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严肃的辩论节目，我们不能够传播错误的信息。刚才陈明说，很多科学家说，这个地球上的石油多少年会开采完毕。我告诉各位，这是罗马俱乐部在70年代的一个著名的世界上最著名的错误预言，这是传谣，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70年代人预测石油大概几十年就会花完了，然后呢，过了80年代，哎，还可以再花几十年。
90年代，哎，还可以再花几十年。现在我们又发现有新的技术了，我们还能再多花几十年。现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定论是，我们不知道石油什么时候会花完。为什么？因为我们投资了新技术。省钱永远只能是坐以待毙，花钱才能给我们一个光辉的明天。讲完了，谢谢。好吧，我们先来看看正反方投票哈，50比50，刚好，而且跟前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们讨论到这儿，然后我们请这个各位从女神开始，这个女神。我觉得我这平时是一个就是挺善变的人，对，然后尤其来到这么严肃的辩论节目，我真的特别就更加善变了。你指的是变化的变还是辩论的辩？现在有一点变化。对，之前是觉得省钱是该省钱，就是，然后有机会再花呗，或者花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但是现在这边太狠了。对，然后我可以。所以你决定叛变了？我可以叛变吗？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选择叛变。叛变了一个，对呀，您怎么办？其实，在这个话题上呢，我听了半天，我应该站在中间，啊，半叛变，半叛变。对，一半一半，我站在中间，因为我的理由，在96年的时候。因为我对上海文化情有独钟，我在北京的时候坐着飞机到了上海，因为上海有个老师傅做旗袍最好的老师傅，他年纪很大了，过2年他就做不了了，我就想让他多我做件旗袍。那个时候我挣钱挣的不多，我拿了我很多钱到上海做了30多件旗袍，全部手工制作。有一天我会做展览的，做下来以后，然后我就拿着旗袍。我的姐妹们说：“你干什么呀？这旗袍干嘛看吗？”我说：“不，我会穿的，但我不知道该什么时候穿。每一个 party 让我穿旗袍，但我每一件旗袍保障非常好。96年、06年、16年、15年、19年以后，当我的脱口秀上台的时候，我穿的所有旗袍都是我96年做的。”与其说是我作为一个舞蹈演员保持身材，不，我没那么伟大，我是为了我的旗袍保持的身材。女人的欲望特别简单，别人说，哎呀，金老师个舞蹈家，为了身材啊，呸，没有，我是为了我美丽的旗袍。金老师，这就叫做省钱啊！所以说，听我讲啊，对啊，但那个时候没有省钱啊，别人说的，你干嘛拿那个钱做那种旗袍，你没用啊。那个时候起一件旗袍3000到5000块钱一件，哇！我投入进很多钱，3000块钱、5000块钱一件旗袍啊。但是你听我讲，那个时候我没有省钱。现在我穿着我的旗袍站在我的脱口秀上的时候，我一件服装的制作费是2万块钱一件衣服。就是你把这2万揣兜里了，当然了，穿着自己的衣服，我穿我自己的衣服啊。我也不知道我省了还是没省。省了。但是对当初那个时候，在别人眼中我是没有省钱。没省啊，这是真对的。所以说我这个故事案例呢，就是一半一半。因为那个时候呢，我知道我会穿这个旗袍，但是我特别同意那个如今的观点，为了这个旗袍，我坚持我的19年体型不变，它让我变得很严谨。很上进，对，所以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观点说我应该站在中间，因为我知道康永哥会有好多辩论，完了以后马东这边也在辩论，所以我就把我的事例跟大家说。最开始我是不省的，因为我要为我的激情、为我的爱去投入，哪怕所有人都不理解。但为了尊重我的激情和爱，我坚持了19年保持体型。当这个爱最后呈现在电视屏幕前的时候，我很自豪。我投入3000块钱，最后我赚回2万。叛变了2个，没有在中间。哎，这是女人心海底针。康永哥，您先说，我先说。你决定。那我先说吧。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一个法官大人变成了一个辩手，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好玩的。那个，我给大家讲讲金星老师的故事。其实我跟他一样，我特别想回到这个中间的位置上来，我不太想讨论该省钱还是不该省。好，叛变了哈，来。他现在住的房子不是买的，因为人家不卖，
他花在这套房子的房租的钱，每年够你们买房的。我说的是每年，所以他不是个省钱的货。他是作货。20年前你们花不出那种钱的时候，他花得下去手，他是个作货。他今天也绝不是为了省那2万块钱一期的服装费，他是嘚瑟。他不穿那个旗袍，他无法说服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跟他的省钱和不省钱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这是我对你背叛的一种惩罚。但是按我们今天的题面是说，该不该省钱？那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讨论这些话题的人，应该是有钱的人。那么我们把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拿来做讨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比如我们华人里面最有钱的应该是李嘉诚。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当然我现在也不大哈，就是我就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带一块20块港币的电子表，你们肯定也都听过。然后我们说李嘉诚是一个多么勤俭的人，所以他才成为了首富。这是报道里面的宣传口径，我真的特别想跟这个记者说你是猪，因为李嘉诚绝不是买不起任何一块表，也不是为了省钱才戴20块的表，他是没必要，因为他即便戴一块金砖在手上，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选择的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就是我有这块表，看时间就够了。况且他还有6个秘书，他可以回头说几点啦？9点40。他就是我们上一期节目里说的那种，他在电梯里放个屁，立刻就有人会说我放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他买不买得起表去衡量他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用省不省钱去衡量它，所以我们用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去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很直接的结论，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不是买东西要不要省钱，过日子要不要省钱，我们题目是做人要不要省钱。为什么做人要省钱？只有一个理由和原因，是因为省钱是经过思考的，思考之后的理性选择。你没有办法去过不经过理性思考的选择的生活。苏格拉底跟我们说，没经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我们今天结合到这道题目上说，不省钱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我说完了。马东是一个非常好的辩手，可是谢谢你刚才给了我一个武器，也是今天的认为该省钱的人全部都给我的武器。你们今天用的字眼呢，叫做节省，是因为我经过思考之后，我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花这个钱。寇乃馨用的字眼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要花的值得。这些字都是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会不会把他花掉的钱赚不赚得回来，是看这个人学习不学习。学习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他才有思考的基础，他才会像马东刚才所说的，我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花那个钱。所以值不值得的判断，花不花的精准的判断，全部都来自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学习。你怎么学习？学习终究是要花钱的。那更不要说刚才寇乃馨讲的那个例子，我们人生最珍贵的是时间，而不是金钱。马伯威今天讲的，我觉得有一个局限。马伯威说，我们人生金钱也有限，时间也有限，可是真正可怕的事情是，时间的有限是赚不回来的。我用平均80岁来算，80岁乘以365天，1年，你大概得到3万天左右。很吓人吧？我们一辈子活80岁，只有3万天，是从你婴儿时期呱呱落地开始那一天，这个3万的码表就开始起跳了。3万非常少，
你现在如果出去流浪1年，我说我只给你3万块，你都会不安，觉得够不够啊？结果你不是1年，你是流浪80年，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3万天，而这3万天跟3万块的概念不一样，3万块花掉1块钱，赚回来就有了；3万天过1秒是1秒，用尽天下的方法也赚不回这1秒钟。所以时间的珍贵是最不可抵抗的一个花费哈。以我这个简单的想象，就是我绝对不会给任何的孩子一个人生的忠告是你要省钱。那我也不会给在座的各位以及看节目的各位说做人要省钱。谢谢大家。我觉得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居然给我找着这么一个角度，一个完美的角度。对呀，来吧，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蔡宇哥获得了71票，太棒了！好，我们反方丈。省钱固然是我们的一个本能，但是你非常容易因为省一点钱而输掉了整个人生。有些人舍得在辩论上花钱，成为了陈永开。人省则不能发展，企业省则不能上市。为什么我不花钱？我得到了好多陪伴，好多的温暖，好多的温度。我们要感谢3个赞助单位，一个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咖啡；一个是狂拽炫酷哪儿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谢谢；还有一吃就变豆 MM 豆，谢谢谢谢 MM 豆，谢谢。在我们这个今天上场的3位选手当中，陈永开、周旋毅和马薇薇当中，请选出今天本场 BB King。来，3位，女神也要选。为什么是她？她今天长得非常好。而且她这一次第2季奇葩说，她收获最大的一个人。所以你做了锦上添花的选择。对呀，因为他们要办婚事嘛。哎呀，份子钱。康永哥为什么选？我在讲我的人选的理由之前，先问个问题啊，就是自从事情公开之后，你们俩干嘛老坐一起啊？就是辩论的顺序应该照战略来嘛，为什么要照关系来呢？对，我们这是婚恋节目吗？那是他们俩的战略。好，我的 BB King 今天这个人选是因为我觉得今天双方都讲得很好啦。这个题目本来就很有弹性的啊，大家会因时因地制宜。对。可是我们今天给这 BB King 是他终于在这一季要结束的时候，学会了用比较人间的语言来讲。好，女神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啊，这个人，因为我每次想叛变的时候，而且最终也叛变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讲话。就这个人要对你反复无常的人生负一定的责任。对，明白。都怪他。好，我们亮出题板吧。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我们亮出题板吧。周旋毅。Oh no！ 没关系，可以不一样嘛？当然不一样。一家人嘛。反正是一家人嘛。获得本场 BB King 周旋毅，谢谢。获得由普利多燕麦牛奶所提供的10万元抗饿基金，祝贺周旋毅。拿着10万也没用，要知道有房有车不如有饭。谢谢有饭冠名赞助奇葩说，谢谢，再见。